自从宋于成出国留学后，我们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。为了给他一个惊喜，我好不容易熬到项目结束，连片刻都没多停留，第一时间买了机票。出发前，我跑了好几家店，将他曾经念叨过的零食、家乡的特色小吃装了满满几大袋子，大包小裹地登上了飞机。看着手里的东西，我嘴角忍不住扬起。想起每天视频时，宋于成都对着镜头大倒苦水，抱怨白人饭内寡淡的味道，满脸向往地说特别想念国内色香味俱全的美食。他还总像个小孩子似的跟我撒娇，语气里带着委屈，说身边同学都成双成对，要是我能去看望他就好了。想到这些，我心中满是期待。飞机着陆的一瞬间，巨大的轰鸣声在耳边响起。我紧紧攥着手中装满心意的袋子，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。一想到马上能看到宋于成那惊喜的表情，胸腔里的心跳愈发急促，仿佛都快溢出嗓子眼。我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，立刻给宋于成打电话，想让他来机场接我。可电话拨出去后，听筒里只有单调的忙音。我愣住，举着手机站在熙攘的机场，周围人来人往，行李箱滚轮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，人们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。可我的满心期待却如泡沫般瞬间破碎。我不甘心，又接连拨了2通电话，直到第3通打过去，对方才慢悠悠地发过来一条短信：在外面，等下回家视频。看着这条短信，我眉头紧紧皱起。现在都晚上10点了，他在外面干什么呢？满心疑惑的我翻出宋于成的微信步数，显示只有608步。这点步数，难道是去便利店了？可便利店再近，也不至于走这么几步啊。长时间的飞行让我身体疲惫不堪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脑袋也昏昏沉沉的。我只能自己打车，想赶紧洗个热气腾腾的热水澡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到了地方，我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，疲惫地走到门前。就在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瞬间，屋内突然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女声：阿成，外面好像有声音，你去看一下。我动作一顿，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，下意识抬头看了看四周。没错，这就是宋于成的住处。似是为了印证我心底那不好的猜想，里面很快传来了熟悉的男声。他的呼吸听上去有些急促，声音还拔高了几分，带着一丝平日里少见的兴奋。我可什么都没听到。小坏蛋，这次你别想溜。听到这话，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一颤，手里的东西也下意识松开。行李箱砸到地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好像真的有声音，我去看看。伴随着由远及近传来的拖鞋声，大门被用力拉开。宋于成脸上还带着火气未泄的烦躁，不耐烦地开口：谁啊？大晚上的，有病啊！看清是我，宋于成眼底先是一闪而过慌乱，随即便被巨大惊喜代替。他一把拎起我的行李箱，语气惊讶：阿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去接你？我张了张口，刚要说话，却见宋于成身后靠上来一个女人。她穿着一件轻薄的吊带睡衣，香肩半露，脸上还带着未褪去的红晕，一看就是刚刚经历过什么。女人熟稔地往宋于成身上贴去，语气带着戏谑，眼神里却透着挑衅，说：你到底勾搭了几个女人？别胡说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宋于成一边躲避她的触碰，一边心虚地瞟了我一眼，解释道：阿瑶，你别误会，她叫田梦，是我找的租客。这么大的房子，我一个人住也是浪费，就租了一个房间出去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在宋于成提到租客2个字时，田梦似乎很不满地狠狠瞪了他一眼。我忍不住皱眉，心中的疑惑和愤怒越来越浓。找租客这么大的事情，宋于成居然没跟我说过，而且居然还找了个女房客。在这一国他乡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再看这俩人那亲密自然的过分的肢体接触，哪怕宋于成每天跟我视频，我也忍不住往最糟糕的方向去想。阿瑶，你怎么不说话？生气了？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和田梦什么都没有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宋于成在一旁喋喋不休，不停解释。可我思绪混乱，根本没有心思回应他，干脆大步走进屋里。然而在看清屋子景象时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我曾经精心布置的屋子，如今早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。墙上到处是划痕和污渍，像是被人用尖锐物品随意划过，又泼上了不明液体。那沙发上大咧咧地扔着一条黑色蕾丝内衣，格外刺眼。桌子上堆满了吃完没丢的外卖盒子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酸臭味。就连宋于成跟我信誓旦旦保证会好好照顾的君子兰，
也早已枯死，干枯的枝干上甚至还挂着一条丝袜，随风轻轻晃动。我紧握的拳头松了又紧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道惊喜的声音：“阿成，你女朋友也太会买了，都是我爱吃的。”我一转身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气血上涌。田梦蹲在地上，我的行李箱被她肆无忌惮地打开，她双手在里面胡乱翻找着吃的，零食包装袋被她扯得乱七八糟，撒了一地。宋于成不仅没阻止，反而站在她身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胸口隐约露出的春光，喉头咕咚一下，吞咽着口水。我立刻冲过去，一把夺过行李箱，冷声道：“不是给你带的。”田梦不以为然，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笑：“我知道，给阿成的吗？我吃2口，他也不会介意的。”宋于成也连忙在一旁附和：“是啊，别那么小气嘛，阿瑶，东西带来不就是大家吃的吗？”俩人一唱一和，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。我按着肿胀的太阳穴，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，攥着的拳头再次握紧，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转身朝着主卧走去。罢了，今晚先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好好收拾他们。可还没碰到主卧的门把手，身后一道大力便猛把我拉住。宋于成一脸理所当然地解释道：“阿瑶，现在田梦在住主卧，进别人的房间不好。”田梦则一边舔着手指上的油渍，一边用沾满油光的手指向狭小的客卧：“让你女朋友住那吧，那还有空位。”他拍拍手，打了个饱嗝，似是吃够了。让他把行李也拿进去，客厅都是我的东西，他没地方放了。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，外面寒风呼啸，那客卧还没安装空调，地方又小得可怜，以前本是用来堆杂物的，如今居然让我住呢。我似笑非笑地看向宋于成：“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？”宋于成一开始似乎也觉得不妥，张了张嘴，可田梦嗔怪地瞪他一眼，他便立刻改口道：“阿瑶，反正你住不了几天，就将就一下吧。我也住客卧，你要是怕冷，晚上我就抱着你睡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最后一丝期待也消失殆尽。不用去看，我便能想象到田梦那得意洋洋的表情，他正像个胜利者一样，似有若无地炫耀着自己对这个房子的掌控权。身后的宋于成还在喋喋不休：“田梦身体不好，容易感冒，我就把主卧让给他住了。阿瑶，你身体素质好，住几天客卧没什么的，再说了，还有我陪你。”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这套房子地段和装修都花了大价钱，就算只租一个房间，1个月也要2000刀，你收租应该够花了，为什么还跟我抱怨缺钱呢？”宋于成总是以各种理由跟我哭穷，今天说没钱聚餐，明天说要请教授吃饭，后天又要买几块表冲门面，给他买了劳力士，又要百达翡丽。他出国的这半年，算下来我平均每个月给他打了5000刀左右。既然他有租金收，为什么还能理直气壮地找我要钱呢？宋于成耳朵一下子红了，像是被戳到了痛处，觉得尊严受到侮辱。你好端端地提这些干什么？你是我女朋友，给我点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留学生在外面都不容易，他平时做家务就够了，我没准备收租金。我难以置信地抠抠耳朵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就算忽略他心虚的表情，暂且相信他这胡话，可这满屋的臭味和脏乱，他又做的哪门子家务？田梦撅着嘴，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扯着宋于成的袖子撒娇：“阿成，你女朋友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要赶我走？我不许你走！”宋于成急了，像护着宝贝似的，以保护神的姿态挡在他面前，然后厉声质问我：“江雨瑶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功利？张口闭口就是钱。要我说，你在这待着也是吵架，不如赶紧买张机票回去算了。”说罢，他就偏过头，等着我服软道歉。田梦在他身后调皮的吐舌头，那挑衅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，在这个房子里，他们才是一对，我倒像个外来的、不受欢迎的入侵者。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抡圆了胳膊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站着要饭，你是心高气傲。我平时有练拳击，宋于成又躲闪不及，直接被扇得原地转了几圈，靠着柜子才堪堪站住。田梦心疼地跑去找冰袋，一边跑还不忘回头讽刺我：“你有什么气冲我来好了，打阿成干什么？你自己的男人你不心疼吗？”我怒火中烧，满足他的愿望，顺脚踹了过去。躺着蹭房，你是生死难料。趁他们乱成一团的时候，我转身就推开了主卧。然而又是眼前一黑，屋内的景象让我更加愤怒。朋友送我的实木柜，我平时爱惜的紧，
每次擦拭都小心翼翼，可才不过半年时间，现在到处都是指甲划痕，像是被人故意破坏。柜子里面我的衣服也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被塞得乱七八糟的地摊货，散发着一股廉价的味道。那块我重金从波斯买的毛毯也染了一大块酒渍，原本精美的图案变得模糊不清，全都毁了。我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强忍着恶心，把田梦的东西一坨坨拿出来甩出去。床单、被套全都要换掉。身后传来田梦的尖叫：“你凭什么动我东西？”宋于成捂着冰袋，气急败坏地过来拉我：“够了，你从进屋开始就一直嫌这嫌那，现在又要做什么？别以为挣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！”见我无动于衷，他声音又冷了几分：“再不住手，信不信我跟你分手？”我不说话，只一味扔东西，抽空还扇了宋于成另外半张脸。田梦气得跳脚：“报警！我要报警！就算在国外，强闯民宅也是犯法的。报啊！”我往他手里塞了个手机，逼得他后退了几步。“你不报警，我还要报呢！”我举起手里的垃圾箱，把里面的东西朝他们泼过去。里面那只用过的小孩嗝屁套直接砸到田梦脸上。我一要报这里有只瓢虫，又拉开空空如也的首饰盒；二要报有人偷我东西。我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宋于成僵硬的脸颊：“我还以为你刚才说他做家务当房租是在骗我，现在看来此家务非彼家务啊！”田梦气得脸色发白，冲过来要扯我头发：“这里不欢迎你，给我滚出去！”我反手就是一耳光：“要滚也是你滚！不，你们俩一起滚！宋于成没告诉过你，这房子是我的吗？”听到这话，田梦好似被施了定身咒，脸上嚣张的神色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。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宋于成，尖锐的声音仿佛能划破空气：“他说的是真的，这房子是他的。”宋于成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狡辩：“这房子之前确实是他买的，可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也算是半个主人，他没资格赶我们走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找出房产证，在他们眼前用力晃了晃：“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从法律上来说，我完全有权让你们立刻从我房子里滚出去。”田梦还不死心，像疯了一样冲上来，一把夺过去，仔仔细细地翻看。他的脸色由怀疑渐渐变得绝望，随后愤怒地砸向宋于成，尖叫道：“你这个骗子！你说你有本事养我，说这房子是你的，全是假话！”宋于成手忙脚乱地捡起房产证，眼神闪躲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梦梦，虽然房子不是我的，但我对你说的话都是真心的。”看着这对丑态百出的男女，我只觉得一阵反胃，懒得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掏出手机报警。有人非法侵占我的住宅，还对我言语攻击，地址是……宋于成一听我报警，瞬间慌了神，冲过来就要抢我的手机。“你疯了吧？你要是报警，我在这儿的学业就全完了。”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眼神冷得像冰。“毁了你的学业？你背着我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会毁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？现在知道怕了。晚了。”没过多久，警察就赶到了现场。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跟警察讲清楚，还出示了房产证作为证据。警察一脸严肃地看向宋于成和田梦，要求他们马上离开这间房子。宋于成还想求情，警察眼神凌厉：“先生，请不要妨碍执法。”没办法，宋于成和田梦只能灰溜溜地被推搡出去。甚至田梦身上还穿着那件若隐若现的睡衣，根本来不及换一套体面衣服。盯着关闭的房门，我嘴角噙着一抹冷笑：“不是觉得客卧狭窄，要住主卧吗？行，这下直接让你在宽敞的马路上睡个够。”他俩走后，我又连夜叫了一个保洁，对房子大扫除。等到把房子收拾完，已经是深夜了。身体是极度疲惫的，可房子没了脏东西，心情无比轻松。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，我伸了个懒腰，拨通了宋于成的电话：“怎么，后悔把我赶走了？”“我就知道。”电话那头，宋于成的声音带着一丝漫不经心：“想复合？行啊，你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，再给我打500万，昨晚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。”人在无语到极点的时候，真的会笑的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普信？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冷声打断他：“宋于成，你还真是自信的可笑。”不想多和他废话，直奔主题：“你把我的房子毁坏成那样，田梦还偷窃我的财物，
必须给我赔偿。宋于成听到这话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语气变得强硬起来。赔偿？你别开玩笑了，这房子我也住了这么久，就算有点损坏也是正常损耗。至于田梦，她不过是拿了点小东西，犯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？我心中怒火中烧，但仍保持冷静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正常损耗。墙上的划痕，满地的垃圾，枯死的君子兰，这叫正常损耗？还有田梦，她偷走的可不只是小东西。如果你不想背上官司，就乖乖赔钱。宋于成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大笑起来。江雨瑶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想让我赔钱？行啊，你跪下求我，我就给你钱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居然在这种时候还能说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话。我轻嗤了一声，你想清楚，这件事可不是我求你。现在你赶紧给我赔偿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闹到法庭上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说完，我便挂断了电话，直接把拉出来的赔偿单发到了宋于成邮箱。宋于成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坚决，人生地不熟，他去哪里弄钱？我用头发丝想都知道，肯定是去求他父母了。他父母我在宋于成留学前见过一次，那次他爸妈拿很多特产，话里话外都暗示他们家有多么不容易，宋于成留学的事让我多费心。我听懂了暗示，没跟他们计较太多，一边包了宋于成的留学开销，一边让律师把这笔账记下来。我只是一贯喜欢做事留一手，当时根本没想过让他们还。可现在宋于成做出这么龌龊的事，这笔钱他们怎么找我要的，就得怎么给我还回来。宋于成找过来时，把门砸得震天响，他把卡狠狠砸在我面前，眼睛通红。江雨瑶，你这个势利的女人，不就是要钱吗？老子有的是。我看着他那副狼狈又凶狠的模样，心中毫无波澜，把卡捡起来，双手递给我。宋于成紧锁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想在其中窥出半点情绪波动，可什么都没有。我仿佛只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又重复了一遍。捡起来。宋于成咬牙切齿，最终还是捡起了卡，放在玄关处。江雨瑶，你别后悔。他似乎还要说些什么，可我不想听他的屁话。收起卡，砰的一声关了门，顺便叫了保安，请他离开。我准备在回国之前去学校看望下曾经的导师史密斯先生。校园里绿树成荫，学生们来来往往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。想当初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，从这里走出去，化为人流中的一颗，在无数打磨下，才终于到今天的位置。就在我沉浸在回忆的时候，听到一声突兀的调笑。那不是江雨瑶吗？阿成，你到底有多让人念念不忘啊？都追到学校来了。看清对面俩人后，我暗骂晦气。怎么忘了？宋于成报的就是我当初的学校。宋于成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后便露出了嘲讽的笑容。他故意揽住田梦的腰，在我面前大肆秀恩爱。田梦也配合着他，娇笑着依偎在他怀里，还时不时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。江雨瑶，你怎么有空来学校了？是不是后悔离开我了？可惜晚了。宋于成阴阳怪气地开口。周围的学生们听到声音，纷纷侧目，好奇地看着这一幕。华人留学生间的爱恨情仇什么的，他们最爱了。有了观众，田梦更是得意，指甲都要戳到我脸上。当初你不珍惜，现在阿成是我的了，你后悔也没用。听到他的话，我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对着他身后微笑。我看你还是趁早滚回国内吧，我们学校可都是未来的天之骄子，你别在这自取其辱。一阵大力把他推开，风一样的老头冲到我面前。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史密斯小老头一眼认出了我，脸上立刻笑得像菊花一样。我可从不少朋友那听说你的投资项目了，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。史密斯转身面向众人，大声说道：同学们，这是来自中国的药，是你们的大前辈，当年国际商赛金奖得主，在众多权威期刊发表过极具见地的论文。他的学术成就和专业素养是你们学习的榜样。众人闻言，纷纷露出惊讶和崇拜的神情，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，而看向宋于成和田梦的眼神则充满了唾弃。宋于成和田梦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灰溜溜地逃走了。教授极力邀请我参加他主办的学术晚宴，我自然却之不恭。晚宴现场布置得富丽堂皇，我妆容精致地走进宴会厅，不少人听过我的名字，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。
而宋于成和田梦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混了进来。宋于成口口声声说不稀罕我的臭钱，可没了我的金钱加持，他只能穿戴着线头的西装，手腕空空。他旁边的田梦自然也没好到哪去，裙子剪裁不合身，显得十分狼狈。宋于成还试图强撑着自己的体面，四处与人攀谈，可人们对他的态度冷淡，只是礼貌性的回应几句，便转身离开。田梦则跟在他身后，眼神中充满了嫉妒和不甘。看着我被众人簇拥，成为全场焦点，他们的心理落差越来越大。宋于成的脸上露出一丝懊悔，他或许在想，如果当初没有背叛我，此刻站在我身边享受这一切的人会不会是他？而田梦则开始埋怨宋于成，小声地在他耳边嘀咕：“都怪你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像个笑话。”宋于成心烦意乱，不耐烦地回怼：“你还有脸说我？要不是你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。”两人的关系在这微妙的氛围中愈发紧张，而我手里被塞了不少名片，根本没注意到这黑暗一角里的暗流涌动。周围或是商界精英，或是学术才子，与我交谈甚欢。我微笑着回应，尽情享受着此刻的美好时光。宋于成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眼神中透露出复杂的情绪。田梦察觉到了宋于成的异样，心中涌起一股怒火：“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？你看看你，眼睛都快粘在他身上了。”宋于成有些心虚，反驳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随便看看。”田梦不依不饶，还说：“没有，你那眼神骗不了人。你别忘了，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人是我。”两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，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。宋于成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恼羞成怒地说：“够了，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？我和他早就结束了。”田梦却越发生气，伸手打了宋于成一巴掌：“结束了？那你干嘛还对他念念不忘？”宋于成也不甘示弱，一把推开田梦：“你这个疯子，不可理喻！”两人在派对上吵得不可开交，形象尽失。此时不吃瓜，更待何时？我立刻拿了2块西瓜，坐在沙发上咔嚓咔嚓啃了起来。听朋友说，宋于成删掉了和田梦官宣的朋友圈，两人分手时闹得很难看。可那些都与我无关了，我拉黑了关于宋于成的一切，已经在踏往机场的路上。可宋于成不知从哪里听说我要回国的消息，竟然也买了一张同班机票，在候机大厅里一直找寻我。搜索无果后，竟然仿照偶像剧里一样，在候机大厅大声喊我的名字：“阿瑶，你在哪里？我有话跟你讲。”江雨瑶，你到底在不在这里？我找你找的要疯掉了。门口的工作人员往我这边看了过来，我放下手里的筷子，无奈地叹了一声。他不会以为自己很浪漫吧？被他这么一搅和，我在 VIP 休息室里缩面的好心情都没了。踏出休息室时，宋于成正背对着我，在歇斯底里地吼我的名字。我忍不住撇嘴：“行了，别叫了。”宋于成眼睛一亮，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，在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，双手抱住我的腿，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。“阿瑶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留学了，我跟你一起回国好不好？只要你不离开我。”周围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有人露出惊讶的神情，有人则在小声议论。我没感到半分深情，反而觉得自己像是动物园里任人观看的猴子。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我冷冷地看着宋于成，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我真怀念你当初放狠话时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当初你背叛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且不说我根本不会因为几句道歉原谅你，就说你若真是跟我回国后后悔了，再怪到我头上。宋于成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哀求。阿瑶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你。当初异国他乡，田梦那个贱女人又对我百般勾引，我只是犯了个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这一刻，我只觉得宋于成比蟑螂还不如，简直恶心到极点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。重新开始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把我们多年的感情当做什么？当做你们寻欢作乐的牺牲品吗？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把责任全推给女方。怎么，当时他掐你脖子逼你的？宋于成仍不死心，继续苦苦哀求：“阿瑶，我保证以后会对你好，会加倍补偿你。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只要你不离开我。”我打量了一下他身上狼狈的穿着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：“你能给我什么？如你所说，我是个势利的女人，可你一没钱二没财，
顶多有张好看的脸，可颜值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我扔几张钞票能来一堆帅哥，你说说，我还能图你点什么？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向登机口，留下宋于成瘫坐在地上，背后似乎有一道绝望的眼神，可我再也不想回头。2年后，我作为主面试官参与助理选拔，身旁几位面试官正低头翻阅着资料，将其中一份递了过来。江总，接下来这位面试者和您同校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。我清扫一眼，瞥见宋于成3个字时，眉头下意识皱起。身边的 HR 喊道：“请下一位面试者进入面试间。”宋于成垂眸推开会议室的门，步伐看似沉稳，可我还是捕捉到他袖子下那捏得泛白的指尖。他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，显然是为这次面试精心准备过。面对几个面试官的压力测试，宋于成的表现可圈可点，回答问题条理清晰，对专业知识的阐述也十分到位。意料之中，我们学校有专业的职业辅导部门，毕业生早就预演过各种面试场景下的最佳回答。宋于成能对答如流，不过是基操。几位面试官频频点头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。最后，他们一起看向我的方向。最后的专业性提问，自然留给我这个主面试官。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。宋先生，针对这个岗位所需的数据分析能力，你有哪些经验和独到见解呢？宋于成闻言，立刻坐直身子，从过往参与的项目说起，将数据分析的方法技巧娓娓道来。这一刻，仿佛之前那糟透的一切从未发生过，我们纯粹只是面试官和面试者的关系。待他发言结束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冷静而专业地开口：“宋先生，你的回答具备一定的水准，可在数据分析的前瞻性上存在明显短板。此岗位不仅要剖析过往数据，更关键的是精准预测未来趋势，为公司决策输送高价值参考。”我详细拆解他回答中的漏洞，从数据模型的局限性到对市场动态把握的欠缺，逐一深入分析。其他面试官听后，纷纷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不住点头表示认同。宋于成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嘴唇微微颤抖，试图开口解释，我却没给他机会，语气坚定：“很遗憾，宋先生，依据你的面试表现，我们认为你不符合岗位的要求。”宋于成眼中的光芒瞬间熄灭，整个人呆若木鸡，直直地看着我。可我并没搭理他，只是侧头看向一旁的 HR， 示意下一位。千选万选，终于挑出了一个满意的助理。我活动一下筋骨，准备下楼去接合作商。刚踏出公司大楼，便瞧见宋于成居然还等在门口。他一看到我，眼神瞬间亮了起来，急忙迎了上来：“阿瑶，能跟我聊聊吗？”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我眉头轻皱，满心都是厌烦，根本不想与他再有任何瓜葛。可宋于成迈出一步，挡在我的面前：“阿瑶，我放弃了国外更好的 offer， 一心只想和你进入同一家公司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准备了2年，没有人能比我面试表现更好。所以阿瑶，你刚才是故意的，对吗？你还在意，就说明你心里还有我。”啊，面试不通过就开始质疑我的专业性，这男人不管装的再人模人样，骨子里的劣根性还是改不了。要不是来往行人太多，我真想脱下高跟鞋砸他脸上。宋于成的眼里满是期待：“阿瑶，给我个机会重新追求你，好吗？我发誓，这次一定会好好爱你。”我正要开口，一辆黑色迈巴赫缓缓驶到我们身旁，稳稳停下。车门打开，高大挺拔的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，深邃的眼眸平静而温和，目光扫过周围，最后在我身上落定。酱，我快步上前，自然地挽住男人的胳膊：“宋于成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。”男人微微一怔，随即不着痕迹地将胳膊稍稍用力，让我挽得更稳。他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，看向宋于成，眼神中带着温和的笃定。宋于成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，青一阵白一阵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满是震惊与不甘。“阿瑶，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足足2年，可你怎么会？”他不死心地追问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我仿若未闻，侧身将自己大半身子藏在男人身后，对着宋于成冷淡道：“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，我的生活与你再无关联。”说罢，便拉着男人转身准备离开。宋于成站在原地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们的背影，双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待他终于转身，
拖着沉重的步伐渐渐走远。我这才松开挽着男人的手，满脸歉意。不好意思，徐总，刚才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拉您演戏。许林看着我，眼中笑意未减。你这人情，我可记下了。他的声音低沉悦耳，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。好，等有时间，我请你吃饭。许林眉头微挑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